东华。凤九被东华抱在怀中，往自己房间走去。凤九用头蹭了蹭东华的手臂，又说了一声，东华还是没有理他。凤九觉得现在的情况不是太好，而且是很不好才对。你生气了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被打的人又不是你。凤九撇撇嘴，有些无语。没生气，明明就有，要不是你怎么不理我？我是再气，就没见过你那么笨的，看到鞭子来了也不知道躲一下，你现在算怎么回事？到了凤九小阁楼外面，东华抱着凤九捏了一个诀，把门打开了，然后抱着凤九就进了房间。话说当东华一进凤九的房间，就不停地打量，你这房间布置得不错嘛。说完就把凤九放在床上了。不怪东华，他没什么机会去过女子的闺房，但是也知道闺房也就是讲究一个雅致，什么花花草草之类的。凤九的房间不是太一样，布置得很童趣，很男人。童趣在于里面有许多孩子才有的小玩意，风铃、风筝等等各式各样的逗孩子才有的。男人在于除了这些就是兵器、机关，还有各类兵器机关设计的图纸、成品、半成品之类的。看不出你涉猎广泛吗？凤九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有点埋怨自己阿爹怎么轻易就说出了自己闺房的位置。狐狸洞中那么多的房间，每一间都比自己的像女子闺房，就算去白浅的房里都好，虽说里面是成山成海的花本子，但是都好过现在吧。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我常住于他处，这一间房间给了四叔来住，大概是他的吧。那么针对我的口味，我最喜欢结交这样的人，我定要认识认识，和我的爱好一样。真的，真的。那这里千真万确是我的闺房，我爹都不是承认了吗？哦，你刚刚前一句说的是什么？凤九听到这里有点不好意思，想抬手揉一揉鼻子，掩饰一下内心，但是发现自己是受伤的。东华，我佯装可怜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过关。东华好笑地看着这样的一个情景，觉得还是放过他好了。身上的伤我帮你用鲜粒止住了，不怎么疼才对，等到晚上完全不流血了再上药。你现在休息一下好了。东华，你对我真好，卖个萌先。东华很是贴心地把凤九的被子盖好，严严实实的。凤九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但是穿着血衣睡觉实在不是她的风格。东华，这样有点……话还没有说完，凤九啊了一声，为什么了？血衣不在了，在被子下，自己身子上的可爱血衣不在了。也就是说，凤九现在是光溜溜地躺在被子里。凤九看着穿戴整齐的东华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很不好意思。这样你好睡点，我的衣服了，在这。说完，东华神色自然地拿出一套衣服。凤九看到，除了血衣，还有自己的亵衣，还就是那么被拿在手上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真心不好意思。反正你以后不会有什么机会穿白衣了，那么我就扔了。好。然后扔掉衣服的东华没有离开凤九的房间，而是走到凤九床边坐下来说，睡吧，你睡醒了，我帮你上药。凤九听到这里，觉得自己的脸和被子离的身子都有些发烫发红，可是实在是说不出什么杀伤性的话来，于是闭上眼睛装睡。不多时，真的已经累得凤九真的睡着了。东华看着这样子的凤九，听着他睡觉时浅浅的呼吸声伴着风铃的脆响，觉得很圆满，没有想过的圆满。凤九的门外迷谷真心觉得各种无奈，跑慢点想看戏的心有错，怎么挑上他来找东华帝君？我们的迷谷是个好同志，深以为打扰人家的闺房去斗是一件严重的事情，奈何他现在就是要做那么不人道的事情。小仙迷谷，叩请帝君移驾正殿。知道了，东华本不想管，但是想到这一次是来提亲的，觉得快点去把事情办好才是王道。门外的迷谷松了一口气，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等着东华。不多时，只见东华走了出来，迷谷急忙迎上去，引着东华去往正殿。正殿当中，众人坐在位置上，而坐在主位上的白毅觉得有一点不自在，想起身也想坐下，想起身是因为等下来的是东华帝君，比自己高出许多个阶位，上座是东华帝君坐才对，想坐下是因为那个男人想娶自家闺女，按理来说是一个晚辈才对。二哥不要再动了，你坐着就好了，
横竖是他要娶，我们有资本。白浅拿着茶杯，比起白毅，无论是神色还是态度，都更像一个长辈。听到这里，白毅也深以为是，就安安心心坐了下来。等到东华来到正殿的时候，看到就是这样一幅场景，青丘没人迎接，看着他也就是点点头，只有连宋笑哈哈地对着东华说：“快来拜见岳父母，你去把你拿来的那2只母鸡杀了，然后炖了给凤九送去。她不是没有怀上吗？被伤成那样，要补一下。那母鸡是专门给孕妇补身子的，凤九是失血过多。的确，你记得炖的时候放点枸杞补血。”连宋无语缩在位置上，想着自己已经消失去杀鸡了，死都要把这戏看完才可以，死都要。东华没有计较坐在哪里，走上正殿，就那么坐在了叶华左边，白毅的下方。白毅看着东华没有说什么，也稍稍松了一口气。而东华一向不在乎什么身外名，觉得坐在这里也不错。待东华落座，就有一众小仙为东华上了茶水糕点之类的，诡异的气氛就那么蔓延开来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白毅不说是觉得既然求亲的不是自己，自己当然不能先开口，会降了格调。东华不说话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开口说了这个事情，就等着白毅开口回话了，所以也没有说话。白浅夜华不说话是因为这个气场实在是太强大了，而且又不是自己女儿被求亲。而像司命连宋这等人不说话，完全是在集中精神看有没有什么可挖的八卦。大家的茶添了一回又一回，只是沉默。西决觉得这个事情这样下去不行，看着自己的相公觉得一定又是景了，想着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。东华帝君远道而来，还没有看过我青丘的景色吧？我青丘虽比不上9重天上的天变化无穷，但是也是别有一番趣味，望帝君多住几日，让我等一尽地主之意。西决觉得自己实在是说不出什么话来了，觉得只有把事情扯到风景上了。白毅很想白自己老婆一眼，这个老男人想来拐自己的小女儿，他不忙就算了，还想让她多住一些时日，这不是把自己女儿往虎口里推吗？有这样的娘吗？多住一些时日就算了，今天把日子定下来，我就把小白带走。什么？白毅一听差一点就跳了起来，幸亏西决一把按住。帝君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还是从长计议的好。东华看了一眼这西决，觉得既然他是凤九的娘亲，他的意见也是为了凤九好，那么就听听也是无妨。那么我就住下来好了，来人去帮那落英殿整理一下，我和凤九住就可以了。此言一出，不仅西决白毅愣了，殿中的大部分人都愣了，没事的大概只有司命这种越有奸情越是兴奋的人了。西决张了张口，觉得说什么都是太恰当，半天蹦出来一句话都是帝君这样于理不合。我不觉得，这样真的不合适，那么你们包涵下。西决平常拿自家犯了2犯了倔的相公是很有办法的，但是对于东华这种段位的有点力不从心，很正常。于是把脸转向自己小姑子白浅，看看她能不能拯救自己于危难之中。白浅收到自己嫂嫂的眼神，悟了，开口说道：东华帝君，小九选县受了伤，还是静心养伤的好，而且若是帝君与小九同住，委实不妥。言下之意就是帝君麻烦你不要挤着小九睡觉，我睡姿不错，不会弄疼他的。帝君还是住在他处的好，若是帝君非要和小九同住，我和他娘睡不踏实。白毅觉得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哗的一下就站了起来。那我等你睡了再去。进去的时候我会很温柔的。白毅很纠结，凤九的娘很纠结，白浅夜华很纠结，司命连宋很兴奋，因为大家觉得很纯洁的一句话为什么那么值得推敲了。而这殿中唯一懵懂不知道的大概只有团子。东华哥哥，希望你不要把凤九姐姐弄疼啊，她现在是伤者。好。众人微段子。凤九，你晚上不给力对得起我吗？东华，你是在怪我？凤九，可不是吗？东华，我哪一点你不满意？凤九，都说了晚上陪我叔叔们喝酒要尽兴，你说你可尽兴了？东华，我觉得我很不尽兴。凤九，所以你要补救。东华一把抱起凤九，我现在就补救，都是因为我晚上不给力，你才会闹得那么凶。凤九，
你都在说什么啊？东华，不满意，那你挑地方。待东华帝君离开后，殿上的气氛并没有随着东华的离开而缓和，大家还是沉默着坐在大殿之上。小五，你去哲言那里把你四哥喊回来，然后去大哥三弟那里把他们也叫来，我就不相信他堂堂东华帝君还能抢亲了不成？白毅拍桌子拍得很是英武。当然这个时候司命和连宋也没有闲着，缩在角落的悄悄议论，我看帝君这次求亲应该不会顺利，帝君不会抢亲吧？抢亲是怎么个抢法？他是单枪匹马还是人海战术？对了，他和小九真的生米煮成熟饭了吧？厉害啊！司命觉得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那么有激情了，这个是多么好的话题啊！连宋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茶，不紧不慢地对司命说：抢亲，我觉得这个过程他可以省略，他想什么时候洞房花烛夜就什么时候洞房花烛夜。你没听到他刚刚说的是什么吗？那里面的意思很值得推敲一二。再则，你知道东华多少年岁了吗？你看他这些年身边可有什么美娇峨美？没有吗？这么个人法，不愧是东华帝君。只是可怜了那清秋的白凤九，还受这伤的，可怜啊可怜。虽说连宋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凤九的可怜，但是司命一点都没有听出可怜的成分在里面。相反的字里行间反而透出了一丝丝羡慕嫉妒恨，不禁让司命的眼睛往坐在他处的程昱身上瞟了一眼又一眼。这个程昱小仙到底平时在房事上到底是有多亏待这位了？当然司命只敢在心里那么兴奋地想想而已。将哥哥们都请来商量婚事不成？白浅反问。不，若是我青丘人人都说不让小九嫁去太晨宫，我谅他东华也没辙。不得不说，像白毅这般老实忠厚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待他说完，就将白浅和叶华赶出了狐狸洞，让他俩快去搬救兵。浅浅，你说二哥是怎么想的？他不是一心想让小九嫁出去吗？叶华被赶出来，实在是有点郁闷。我也不知道，我那耿直的二哥大概目前不能接受吧。白浅也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让他二哥不同意这门婚事。青丘同人间相仿，也有日升月落，四季变换。此时已是日落西山，白毅和西决商量着今晚上该怎么过。你说东华帝君不会真的跑去和小九睡吧？那小九的闺玉怎么办了？西决现在一想到这个女儿的事情，就觉得一阵阵的头疼。我干脆把小九的房间的门窗用法力封闭起来，然后咱俩去小九门前的亭中守着。这样做行不？这样行不？怎么不行？我做一个厚实的结界，虽说难不住那东华帝君，但是要想无声无息地进到小九的房间，绝无可能。那只有这样了。西决和白毅商量好了之后，就去到了凤九的门前。白毅果然同他所说的做了一个十分牢靠的结界，把凤九的门窗封得死死的，然后同自家夫人坐在小亭当中悠悠地下着棋，下了几回不分胜负，两人都有点兴致缺缺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。那门窗真的封死了吗？怎么半天没有动静？那东华帝君不是说要来的吗？西决很不想怀疑自家相公的实力，奈何对手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。我保证封死了，他一破结界我们就知道，到时站在他面前要他离开，谅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白毅对此很自信。对了，小九小的时候在房屋后面打的那个狐狸洞，你封了没？哦，那个狐狸洞啊，我倒还是忘记了。什么？那么你还不去封了？等西决一说完这句，白毅无奈地白了他一眼。这说的是什么话啊？堂堂东华帝君，天地共主，怎么会去关注一个小小的狐狸洞？更何况是钻了。所以我们无需忧心。西决听完后也觉得是这个理。那狐狸洞是凤九小的时候还不懂变化时，为了不惊动阿爹阿娘出来玩耍，千辛万苦打出来的一个仅仅供自己的钻过的小洞。当年他四叔还说这个是他白家专供小九的狗洞，被凤九狠狠地记恨了好久。下棋没意思，我去把米谷和毕方叫来，我们凑一桌麻将好了，人多些住一些。好，你去吧，我在这里守着。不多时，米谷和着毕方随着西决来了，四个人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麻将事业，边打边注意凤九房内的动静。只是两只狐狸，一棵桃树仙，外加一只比方鸟，也没有发现凤九房里传出什么动静。只是看来是东华帝君没来，
心中均觉得他果然是一个自持身份的神仙。可是凤九的房间里面显然不是这样的。凤九迷迷糊糊地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就看到自己面前有一个紫衣男子站在面前，头脑有点死机，于是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。等到东华把手伸过来想揭开凤九的被子的时候，凤九才彻底地醒了过来。你干什么啊？帮你上药。说着比了比手上的药罐。凤九脸红了，而且是很红很红的那种，能不红吗？这被子下的自己可是什么都没有穿啊。我不要你上药，我自己来，或者你找我娘或者姑姑来。东华挑了挑眉说，你娘在外面守着我不让我进门，你姑姑被你爹派去请你叔叔伯伯去了不在，所以只有我来上药了。好吧。凤九觉得虽说自己的愈合能力一向很强，但是有药不上，以此来体现自己的愈合能力就是笨蛋。再说自己被这个人看多看少，或者是怎么的，都是早晚的事情，现在矜持什么的实在是没有必要。做好心理建设的凤九就把趴着让东华揭开了被子。当被子被揭开，敏感的肌肤接触到清秋夜晚微凉的空气，还有床边的人的目光的时候，凤九颤抖了一下，连耳朵很尖的他也不敢确认背后的那人是不是低笑了一声。东华的手抹了一点药膏，轻轻地抚上凤九背上的鞭伤。当东华的手划过自己伤口，低垂的头发散落来自己的床单上和背上的时候，凤九又忍不住嘤咛一声。这一次凤九是实打实的听到了东华的笑声。笑什么笑？我疼不成吗？本来还想生气的，看到你这个样子实在是气不起来了，下次记得受欺负要还手，打不过就跑，别傻傻的任人宰割。我知道了，我保证以后一定听你的。凤九就那么趴在床上，身上的伤已经不再流血，也不怎么疼了。但是凤九觉得现在的这个样子就好像处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无论是东华的手指还是东华的白发，都有一种让自己似喜似悲似痒似痛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好像从未有过。两人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话可说，但是一种暖意却在不断蔓延开来。待东华给凤九上完药之后，凤九的额上、手上还有背上都是一层细细的汗珠。东华两手撑在凤九身子的两边，俯下身来，越凑越近，鼻息接触着凤九的裸背，又引来凤九的一阵战栗。还在疼吧？那声音里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心疼与爱惜。是有一点，你帮我呼呼。此言一出，东华笑了，凤九又死机了。凤九一直沉浸在刚刚自己说出的蠢话当中，久久不能释怀。凤九小的时候自己摔着碰着，都是自己阿娘来上药，那个时候的凤九就一直各种耍赖，想要和阿娘在一起，他阿娘总是无奈地帮着他呼了一遍又一遍的伤。而每当这个时候，凤九总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但是今日这个状况与以往总是大不相同的。好，我帮你呼呼。凤九看不到东华的表情，但是觉得此时东华的声音比起任何时候都温柔，都性感。正当凤九想说不用了，我是开玩笑的时候，东华的带着温暖的气息就那么喷在了凤九的伤口还有完整的肌肤上。凤九想叫出声音，因为觉得这个实在是一种折磨，但是却是一种说不出的折磨，与疼痛无关。她只得死死地咬着枕头，手紧紧地揪住床单，才能抑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发出叫声。东华听话地呼了一遍又一遍的伤口，越贴越近，最后鼻尖顶在了凤九尾脊椎的处一块完整的肌肤上，就连那银白的睫毛也刷过了那最敏感的地方。凤九大气都不敢出，也不知道东华是不是听到了自己的那剧烈的心跳声。还够不够？声音低哑性感。够了，声音气若游丝。不划算，不闹了。凤九在恍惚之间似乎听到东华这样说，但是一直没明白到这里面的意思。东华一起身，凤九就觉得那压迫感就少了几分。可是没轻松多久，只见那东华细心地帮凤九盖好被子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凤九，笑了，笑得很是春暖花开，百花齐放。凤九本就对东华的美色没有什么抵抗力，这个时候就更加的迷糊了。等到东华合一钻进了凤九的被窝，凤九才脸红着说道：你这个登徒子，给我出去，我还没嫁给你了。我不介意，真不介意。凤九觉得一直知道这个人是个隐藏很深的厚脸皮，但是谁能告诉他，
为什么他那么厚脸皮了？你阿爹阿娘守着外面，我现在出去会影响你归寓的。凤九白了一眼东华他们在外面守着，那么你怎么进来的？他们还算不错，给我留了个狐狸洞，于是我就进来了。东华答得很理所当。狐狸洞，我阿爹阿娘是高看你了。反正今晚我是回不去了，你就收留我吧。凤九没有遇到过，也没想过东华会传说中的撒娇。你是在撒娇吧？是真的撒娇吧？看到这个样子的东华，凤九觉得很是新鲜，也玩心大起。你今晚不会对我做什么吧？我没有那么饥不择食。哦，那么东华你难受不？什么？凤九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东华说道，姑姑和程昱的话本子上说，公子和小姐若是共处一室或者同睡一榻，男方通常会很难受，是吧？我说要是我这个样子，要是让你难受了，要不我就变成狐狸吧。凤九觉得这个时候的自己真是贤妻良母的楷模。东华闷了很久才吐出一句不用，若是真的想对你做什么，你是人是狐狸都一样。凤九看到吃瘪的东华，觉得自信心极度膨胀，不断地挑战着东华的极限。要是这样，那不如东华你变成石头吧，我把你放在床的最里面，这样多节省位置啊。东华的真身真的是石头吧？什么样子的？变给我看看嘛，求你了东华，看看嘛。说着就拿小手摇着东华的手臂撒娇卖萌。东华觉得自己太阳穴上的筋跳得很欢快，但是却是真的拿这样的凤九没办法。你说打他，东华舍不得；你说骂他，凤九根本不怕。半天东华严肃地说，你真的想看我的真身？想看想看，我可不是狐狸，没毛。明早我变回来的时候身上可不会穿衣服，你要在床上看我不穿的样子。说完，东华深深地看了一眼现如今的凤九，不必了，你还是合衣睡在我身边好了。我不占位置了，您老一点也不占位置。好，现在睡觉。说完，凤九就闭上了眼装睡。东华笑了笑，也闭上了眼睛。可怜的是外头的四位，在凉风习习的夜晚打了一晚上的麻将，却不想还是失了策。